从这一刻起，我们正式驶入 Dempster Highway。它不只是一条通往荒野的路，更是穿越北极圈、直抵北冰洋的漫长指引。从这里开始，信号渐渐消失，人烟缓缓远去，身后的纷扰与牵挂仿佛都被这条道路轻轻隔开，向前成为了唯一的方向。驾驶员卡卡，驾驶员 CC， 安保队长4月。从温哥华出发，4天之后，我们抵达了白马市。西部荒野、河流、群山与湖泊已经在身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北。一早到达育空地区的白马市，我们开始了进入无人区前的最后采买，也趁这个机会去试了试当地很有名的 bagel 店 Bullet Hole Bagels。 听说他们是市中心一家很好吃的 bakery， 很多人推荐我们来试一下。这边有菜单，最著名的是 Rosemary Bagel with Smoked Salmon， 店员推荐。与此同时，我们还买了一袋 bagel， 混合了几种不同的口味，留作接下来路上的早餐。他们家的 bagel 主打蒙特利尔风格，面团手工搓调成型，用传统方式处理后再烤，口感通常会更加扎实有嚼劲，外皮更香，很适合做 bagel 吃贝果三明治。我来吃一个已经饱了，一口就已经饱了。这是我们要的效果啊！里面有洋葱，这边2个洋葱。进入育空地区后，路边时常能见到北极地松鼠的身影，它们偶尔会立起身子张望，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钻回洞穴。北极地松鼠的叫声格外尖锐，那是它们用来提醒同伴、传递危险信号的方式。Soft light on the tundra, the world is breathing slow. Footprints in the gravel, but I'm careful where I go. A little northern heartbeat, a flicker in the grass. You rise like morning sunlight, then vanish as I pass. I don't need to touch you to feel what you're saying. Klondike Highway 是北上必经之路，这里的天气总是变化得很快，方才还是天光澄明，转眼间就已暴雨如注，仿佛是在进入北极圈之前进行的最后一次洗礼。经过3000公里的驾驶，我们终于抵达了著名的 Dempster Highway 入口。门口这块木质标牌是无数旅人抵达此处的经典打卡点，它也象征着接下来800公里无人区的开始。入口处一块块白色的警示牌接连出现，无信号、无服务、难救援，都在强调享受美景的同时做好准备，对自己负责。一过桥，道路的变化立刻显现出来，路面遍布坑洼与松散的石子，车子在不断的颠簸中前行。随着时间推移， Dempster 的风景逐渐展开，蜿蜒的道路延伸向远方，消失在层峦叠嶂之间。多云雨的天气为这片景色附上了一层灰蓝色的滤镜，别有一番风味。一路上大雨始终未停，我们也一度担心或许无缘见到云层背后的风景。没想到刚驶入营地，倾盆大雨逐渐转化为细雨。等帐篷搭好时，厚重的云层逐渐散开，看来运气总会在关键时刻给点回应。
今晚我们选择在 Tombstone Camping Ground 过夜，听闻这里景色壮丽，所以特意提前预定了营位。在心满意足地享用了一顿热乎的火锅之后，我们沿着营地的后方小径慢慢走去。橙红色的晚霞铺满天空，墓碑山的山峰也从云雾之后缓缓显露出来。全美。距离北冰洋还有810公里，目前行程总体顺利，路况也比预想中平稳一些。唯一小意外是，挡风玻璃被飞溅的碎石砸出了2处裂痕。好在我们有带紧急玻璃修补液，所以心疼，但暂时不影响继续开。今天的目标是 Eagle Plains， 大约在300公里外。那是这段路上最重要的补给站，我们会在那里休整、加油，并仔细检查车辆状况。We arrive before the daylight speaks. Tires whisper soft on gravel and sleep. Mist on the ridges, a silver veil, like the mountains waiting to exhale. I hold my breath and let it go. In the quiet, everything slows. Tombstone range in morning haze, soft outlines in a pale gold glaze. The world feels new, the sky feels close, and I'm just a guess. The north invites most. No need to hurry, no need to chase. I'm learning peace in this open place. 在无人区驾驶的确很考验心力，漫长的碎石路上尘土弥漫，坑洼不断，必须全程保持专注，一点也不能放松。但这条路上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每一个对向驶来的旅人都会和你互相挥手致意，这不是客套，而是一种穿越时间的陪伴与祝福。我们并非同时出发，却走在同样的路上。有人刚刚启程，有人已接近终点。当车轮交汇的刹那，那些已完成挑战的人会祝福仍在路上的你，而正在前行的人也会向即将抵达的人致意。于是，在看似独自跋涉的旅途里，你其实并不孤单，总有一种力量在不同方向的车灯间默默传递。前面就是 Eagle Plains 了。Dempster Highway 在1979年正式开通之后，这里就成了整条路上少数几个关键的重置站。没有携带备用油箱的旅人可以在这里加油、住宿、用餐，
也能完成一些简单的车辆检修。对走 Dempster Highway 的自驾者来说，它基本等同于半程生命线。这里也有营地提供给房车或者是露营的人，部分营位甚至可以充电，还有洗澡、补充饮用水。在 Dempster 这种服务点稀少的路上，能有这样一个地方把人和车都重置一下，才能继续安心北上。你看蚊子有多少？坐这儿不动 ，It's everywhere。你给我无视抗议的来一把。你不说，爸爸让我出去帮你，我要吃烤鸭肉。这里的天气真的是变幻莫测，白天还是晴空万里，可到了晚上，毫无预兆的狂风暴雨骤然袭来，风大到车身忍不住摇晃，雨点密集地砸在帐篷上，声响格外剧烈。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感觉连车都仿佛要被风掀翻了。还好有惊无险，又是羡慕房车的一天。好了，今天我们继续前行。前面这个就是北极圈的标志， Dempster 最经典的里程碑，几乎每位经过的旅人都会在这里停下来拍一张照片。这里大致位于北纬66度33，也就是地理上定义的北极圈界线。从这儿往北，夏至前后可能太阳不落，冬至前后可能太阳不升，极昼与极夜的旅程正是从这里真正开始。开车去北极对我们来说已经很有挑战了，但路上还是会遇到骑摩托往北去的人。这条路开车都累，他们却要用身体去扛风雨和碎石。中途我们碰到了在雨后泥泞的地里摔车的骑手，他扶起车来，接着把剩余的路完成。那一刻突然觉得，所谓骑士精神，就是把选择坚持到底的勇气。我只想说，他们太强了。Dempster Highway 中途要跨过2条大河，在夏秋季，这两端过河都得靠轮渡，一般从6月初到11月初运行，免费提供，先来先上。前方就是第一条河 Peel River， 河面不算宽，过河大概600米，5分钟就能到对岸。我们一路抱着看到加油站就加满的心态，上岸后顺势拐进了 Fort McPherson 补一次油。没想到惊喜来得很突然，路边直接遇到了一群超可爱的小狐狸。继续出发，接着坐轮渡跨过第2条河 Mackenzie River。 这条河明显更宽，过河大约用了8分钟。而2条河之间的那段路泥泞的离谱，车都被包浆了，从轮眉到车门全部都是泥浆，像是刚从沼泽里打完滚就出来。也正是这一身泥，悄悄为后面的小意外埋下了伏笔。我们终于到了 Inuvik 了，这里是 Dempster Highway 上最后一座城市，一座人口3000出头的小城，
承担着北方枢纽该有的功能，补给、维修、住宿一应俱全。这里也保留着很强的北方气质，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社区并存，而城市最直观的标志是那些为适应永冻土而架在地面上的管线，像一条条穿城而过的生命线，让你一眼就知道我们真的是到了极北。我们进城的需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洗车，因为我们的车已经变为 Dempster 限定版绿色了。今晚我们在 Jack Territorial Park 露营，这里的设施相对完善，有洗浴间，也能给手机、相机这些设备充电，顺便把户外电源也补满。在继续向更北出发之前，给自己和装备都做一次完整的回血。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10点多的样子，这是极昼的感觉，晒着太阳烤着我。亮了然后对帐篷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就是遮光性必须得好，因为遮光性好的话它才能就像这种极昼你才能不会分不清白天和黑夜，该睡觉还是要睡觉。已经翘首以盼了，距离北冰洋只剩最后的150公里。说实话，这一路走到现在，连开7天车，人都有点麻木了，更像是一口气一直憋着，直到现在终于快要呼出来了。再往前就是那片被冻土和海风切割得破破碎碎的土地。最后150公里，出发。Makes my restless heart feel right. No crowd, no signs, no city lights, just northbound dreams and endless white. I came this far, I won't turn back. I'll follow where the silence tracks. One more mile to the Arctic line. Hold my breath, let the cold feel fine. Headlights small in a world so wide, but I'm still moving, I'm still alive. 前方就是加拿大西北地区最北端的社区之一 Tuktoyaktuk， 它直面北冰洋，居民大多是 Inuvialuit 原住民。而 Tuk 还有一个响亮的标签 Pingos 之地，周边分布的大量冻土丘 Pingo， 它只会出现在永久冻土地区，外形像圆锥或馒头形的小山，但它的心脏是一整块冰河，外面覆盖着土层和苔原植被。远远望去，五颜六色的房屋散落在冻土之上，给这片冷峻的极北之地添了一抹温暖的颜色。这里的北极地松鼠也几乎是随处可见，马路边、草坡上，经常能看到它们窜来窜去。沿着这条公路继续往前，我们终于抵达了这趟旅程的终点，就是 Dempster Highway 的尽头——北冰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夏季想来这里只能是坐飞机或是走水路，直到2017年 Inuvik Tuktoyaktuk Highway 这条群季节公路开放，加拿大的公路网络才第一次真正摸到了北冰洋的海岸。当我们终于站在北冰洋前，才明白这里并非遥不可及，只是我们用了很久才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
骗你的，我们还要开回去呢。来的时候一路风雨，阴天雾天轮番上场，景色在雨雾里始终蒙着一层面纱。回程的时候天公作美，大太阳，大晴天，原野一下就亮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情也不再像刚开始进入 Dempster 时惶恐着前面会发生些什么，而是在为之退场之后，只剩下对眼前风景的专注和喜欢。我们像两匹在草原上撒欢的野马，一路狂奔。辽阔的土地让人心情愉悦，两旁的风景真的是美到爆胎。对，是真的爆胎了。Nowhere 炸台嘞。作为把带着工具都用上了之后，有何感想？最好别用。没毛病。问题不大，只要准备充分，总能解决。我们继续出发，直奔 Dempster Highway 上最后一晚的营地 Engineer Creek Government Campground。这里是典型的政府公共营地，只要填写好登记表，把现金一起投入缴费箱，剩下的就是安心在这里睡上最后一晚。今天我们就要驶出 Dempster Highway 了，碎石路将会变回柏油路，信号一点点会回来，人和车也终将不用再一直绷着了。这段路总算是走完了。晴朗的天空终于让我们看清了墓碑山的全貌，山峰陡峭，棱角分明，从宽阔的山谷中直接拔起，低处是缓缓铺开的苔原。这一次我们没有走进墓碑山的深处，有一点遗憾，也算是给自己留一个理由，下次再来认真徒步一趟。也希望有一天冬天能再回来一次，感受它不同的风景。而此刻跨过这座桥，遗憾和期许都先放在身后，我们继续上路。接下来我们拐去 Dawson City， 尝试体验一下那杯传说中的酸角趾鸡尾酒，看看以野生动物闻名的育空野生动物园，也去探访一下世界上最小的沙漠。最后在冰川桥下为这趟旅程画上句号。感谢大家对上期视频的喜欢和包容，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看完这期视频之后，会不会也想带着家人来打卡？如果有需要攻略，欢迎来滴滴我们看到都会尽快回复。你也可以分享一下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旅行故事，或者推荐一下你最爱的目的地，说不定下一站我们就按你的推荐出发。如果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转发支持一下，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